各位养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水培、水耕兰花的一些种植经验。兰花的水培方式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部分根系永远都在有水的情况下生长。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要尝试水培、水耕你的兰花，在水里面的根系不要超过1/3到1/4，因为根部是需要空气的，而且太多根系在水中，一旦你的兰花还没有适应水耕环境而产生烂根的时候呢，你的兰花走下坡的速度会很快很快。那既然说到水耕、水培，我们一定必须要讨论水。也就是说，水的品质相当的重要，而尽可能避免硬水，也就是说软水，像是逆渗透的水、蒸馏水、雨水，都比较适合拿来作为水耕兰花的用水。而理由是硬水容易使根系表面产生像是灼伤的副作用，或是就是根系表面本身它开始变得非常的硬。虽然这些硬水对这些根系产生的现象不会马上杀死你的兰花，但我们都知道养兰花其实是在养它们的根系，所以根系照顾得越好，你的兰花也会越漂亮。那很多朋友其实都常常问我说水耕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其实水耕的好处大概有我自己个人认为大概有5-6个。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换盆，因为用水草或是用树皮种植兰花的朋友都知道，当兰花植株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长到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是盆里面的介质老化分解之后，我们需要替兰花换盆更换介质，否则这些介质会因为分解腐蚀而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这是对根会有产生不良影响的。但水耕因为没有介质，所以没有换盆换介质的必要。那第二个就是它在我们这些养兰的嗜好里面呢，它是一个水耕是一个比较经济划算的养殖方式，因为它不需要介质，所以不需要买水草，不需要买树皮，它只需要水，用对的水。第三呢，也因为没有介质，所以它比较不会有虫小虫子躲在介质里面的困扰。那第四个就是说，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根系的生长状况，你就非常容易能够去观察兰花它的整个对于水耕这种种植方式的一个适应程度到底在哪里。那一旦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做一些调整。第5个原因就是因为水耕，所以也比较不会有湿度不够的问题。有些人会用加湿器，因为特别在美加地区是比较干燥的，有时候我们会用加湿器让我们的家里或者是温室呢有更多更强的水汽，更高的湿度。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比较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水耕，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出远门几天甚至到2周的时间像我有时候如果一回亚洲一趟，基本上都是2周的时间，我都不需要太担心浇水的问题。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你甚至不需要每周每2周浇水，有时候甚至到第3周再浇水都还可以。另外水耕它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容器的选择。水耕对于容器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也有些人喜欢用玻璃容器来水耕他们的兰花，有些人喜欢用杯子，透明的杯子，而我个人则比较偏向于塑胶透明的杯子。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也比较轻巧。当然，有时候太轻也容易打翻，所以呢，如果它里面的内盆内杯比较小，我其实在它内杯的下方也会放置一些石头，再放到更大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增加它的重量。但还是有两个大方向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容器不要左右太宽，因为兰花要长到好，它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们喜欢觉得非常的稳固。如果左右太宽的话，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气长到容器的两边，它才能够感到非常的稳固稳定因为这种稳定感觉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感觉，兰花其实它自己会拉长它对这个水跟养殖方法的适应期。那为什么稳固很重要呢？它是因为其实你看到很多兰花的养殖者，他们都会将兰花上板，然后用丝线用鱼线或是一些东西把它们固定住。那当然还有上板之后，其实它就是因为有足够的空气，水分也不会太过湿，再加上它们非常的固定，所以兰花一般都长得相当的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温度湿度等等。但是一般来说，兰花它们非常喜欢固定稳定，所以容器太宽的话，它们会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去长那些根系，然后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容器的深度要够，一旦兰花开始适应，根系会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容易向下生长。如果有些深度如果你的容器深度够的话，根系也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其实每次需要给水的间隔就会拉长，因为在下面的水因为够多，那你的根系也够长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常常给水。目前对我的水耕兰花来说，我约大概7到10天给水或换水一次。那天气比较冷，像是秋冬的时候或是早春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2周甚至2周半才会给水或换水。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兰花的半水培半水耕的种植方式。兰花的半水培半水耕种植方式其实就是指根系只浸水几天，然后之后的几天时间都是以裸根的状态呈现。这种养殖方式在英语里面称作 semi-water culture， 简写为 SWC。 这种种植方法其实是仿效兰花在野外得到水分的方式。兰花透过下雨天得到水分，而在下一次雨天的到来之前，根系是几乎抹根底贴在树上或是岩壁上生长这是在它们自然的环境里面。那因为兰花根系是很需要空气的，而这些方式很像兰花在天然环境里面得到水分的方式，所以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在美加地区这些朋友很喜欢这种种植方式。那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干净。但也常有很多的兰友问我到底水培水耕比较好呢，还是半水培半水耕的方式比较好？这个问题其实说实在的，说容易回答也容易，但说难回答也很难回答。第一个，我们居住在世界不同的区域里面，所以有不同的兰花生长条件，比如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湿度温度，不同的日照长短，还有不同的空气品质水质等等，甚至是不同的水草不同的树皮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第二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照顾兰花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常常浇花，很喜欢常常浇他的兰花，浇到兰花根都烂掉了。那有些人浇一次水，他可能1个月之后才会想起他的兰花需要浇水。第三个，兰花的品种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水培或是半水培方法的成功与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必须要找到2颗兰花来分别尝试看看
哪种方式适合你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兰花的生长环境。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蝴蝶兰对于水耕的反应是最容易成功的，而加德利亚兰 Cattleya 其实是半水耕比较容易成功，而石斛兰Dendrobium 或者是文心兰类的，就是 Oncidium 这两种的兰属，在美国的东部以及南部就是在水耕以及半水耕上面都有很不错的效果。但是万代兰跟千代兰这种类别的兰花我就不建议拿它们来尝试水耕或半水耕。这一类的兰花在我们西方的兰友甚至都称它们叫做空气兰花，因为它们很喜欢垂挂裸根生长，就好像空气风一样。当然啦，空气兰花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拿来开玩笑说说而已。不过呢，不管你用哪种兰花品种来尝试，千万不要用你最喜欢的兰花来尝试。台北建国花市有很多很便宜的蝴蝶兰，又漂亮又便宜，可以让你来做这方面的尝试。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半水培、半水耕到底要如何给水。一般来说，可以用这个2-5原则，也就是说2天根系泡水，5天裸根。那这2天里面呢，泡水的根系是大概是全部的4/3，也就是75%的部分是泡水。你必须要观察你的兰花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去调整它泡水的天数，甚至调到1天泡水6天裸根，或是3天泡水4天裸根。毕竟环境跟兰花的品种，甚至植株成熟与它植株的大小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泡水跟裸根的天数比例。那另外在裸根的这几天当中，你甚至可以在根部上面给一些喷雾，如果你觉得湿度太低，或者是观察到兰花有稍微缺水的现象。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关于我如何对我的水培与半水培的兰花施肥。由于水耕与半水耕没有介质，所以施肥的方式也比较奇特特别一点。首先呢，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用哪一种肥料来对水培、水耕兰花做施肥。我知道台湾最常见的兰花肥料应该是花宝，不过那只是它的牌子，你还要看你是要对根叶施肥，还是要促进开花。比如说你在兰花还没有来花梗之前，你要壮大你兰花的根系与叶子，你可以选择氮肥比例比较高的肥料。相对的呢，如果你要催花梗跟催花，我们先不谈气温上的条件，你就必须要用磷肥比例较高的肥料来对你的兰花施肥。那气温上这个条件比较复杂，是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要让蝴蝶兰抽花梗，它的温度其实在晚上的温度其实要到低到某一个程度的，但是那个我们这一次暂时先不谈，因为我在这上面呢其实也还在琢磨。但在美国比较常见的牌子叫做 Better Grow，我目前就是用它的一个产品，它的外面包装写的是20、14、13的兰花肥料。那在这边呢，我都教我的朋友这个技巧来辨识哪种肥料是根叶肥还是开花肥。在我举的这个20、14、13的肥料，第一个数字20就是氮肥的数字，而它又是里面最高的数字，所以这个就是根叶肥了。氮肥英文就是 nitrogen。如果第二个数字或是3个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字，那就会变成是催花肥。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种液态的肥料，不过大多数也都会标上3个数字，像我刚刚说的20、14、13它也会标，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耐心尝试不同的肥料，看哪一种你用起来你最喜欢、最有效果等等。数字越高的话，它浓度就越高。比如说我看过同样这个牌子它有出10、10、10的
兰花肥料，也就是我们称作 balanced fertilizer，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平衡的，它的氮肥、磷肥等等都是同样比例。这个10就比我用的20、14、13还要再淡一些。但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不是浓度越高就一定越好，因为施肥过重的话，你会导致你兰花的根部灼伤。一般水培与半水培兰花的施肥，都是只用建议浓度的1/4，建议浓度的1/4，而且只让根系浸泡在肥料中大概15分钟左右。那我个人的操作步骤大概是下面4点。我会先将水培兰花的杯内里面的水全部倒掉。那如果是半水培兰花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先让兰花的根系浸泡泡湿了之后，可能10、15分钟，泡湿了之后再进行施肥，这样可以避免说干干的根因为它是半水培嘛，所以可能已经2、3天、3、4天甚至5天都是在干的情况之下呢，这些干干的根突然间接触到肥料然后造成灼伤。所以将杯内里面的水先倒掉，或者是半水培的兰花的干的根先泡湿。第二步骤呢，就是将这1/4浓度的肥料倒到容器里面浸泡15分钟左右。然后呢，将肥料水倒掉之后呢，加入干净的水到1/4到3/4的水位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让容器重新清洗过，就是微量的一点点的这些肥料残留然后再加上干净的水加进去，这是没有关系的。那第4步骤呢，其实就是我施肥的频率了。我基本上每2周施肥1次。那没有施肥的那一周呢，你可以依照水的干净的程度去斟酌，是不是只需要加新的水进去，还是说要完全把里面所有的水都换掉。比如说你的水已经呈现淡淡的乳白色，或是已经很浑浊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要立即换水了。那还有另外一些在美加的兰友有一些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呢比较喜欢每周施肥那他们有一句口诀，就是 weekly。 那中文的意思就是弱微的每周施肥。那他们用的肥料浓度呢，就会由我的1/4变成1/8，也就是说真的是非常弱的肥料，因为他们每一周施肥嘛。不过他们最少也会用1周的时间，1个月有1周的时间只用水来浸泡根系。因为每周施肥，其实根系上面会逐渐累积一定没有被吸收或是没有被分解的肥料，而这些肥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对根系来说都是类似像盐分的物质的东西，很容易造成根系的灼伤。所以每一周施肥1/8的这些兰友他们每个月最少一定会用水，纯水，完全只有水没有肥料来浸泡根系，让这些可能没有分解掉的这些类似盐分的物质在根基上的物质能够溶解，然后进而就是被冲洗掉。那我个人觉得这也是算是让根系休息一下的方式。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要利用这个影片跟你们看一下目前的这2颗兰花它们都是纯水耕的兰花。那当纯水耕兰花它们的根系呢，如果出现一些溃烂，在水里面出现一些烂根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跟你们大家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或者是我从其他兰友学习到的技巧，以及兰花欣赏等等。如果你对兰花有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那你现在看到的这2颗兰花呢，其实它们的根系都
非常非常的健康，但是有时候它的根的确会出现一些状况。哦，那有时候是它自己根系的自然淘汰，那有时候呢，是你可能水质你没有水质的不好，或者是说天气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本来很健康的根在水里面很健康的根会出现一点溃烂的状况。当那个时候发生，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不要着急。你看现在这2颗它的杯内都没有水，其实呢，你全水根的兰花，当发现有烂根的时候，是绝对 OK， 可以把水全部倒掉。然后我一般都是让它干个2天，或者是3天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几乎全水根，但有时候半水根，就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在做调整、在做紧急急救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是半水培、半水根的兰花来养，甚至让它干个5天都没有关系。那我一般来说都是让它干个2天左右。特别是比如说你有寒流来袭啊，你如果不确定你环境上面的温度是不是能够保持，那如果很冷，那它又是一直都要有水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它的根也会突然间出现一些状况。所以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气温很低的时候，你甚至都可以把水倒掉，就让它裸根。那因为空气是不良导体，所以也能够确保一下，就是兰花不会着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为什么它里面都没有水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让他们就是在做等于是休息，让根能够干。那你现在看到我刚刚手指指的那一点，你看这个那条根有没有？它的根背有一点点已经烂光、干光了，所以你还会看到中间那细细的一条线，那个其实才是它的根。外围的那一圈肥肥的、厚厚的，其实是它的根背。那我就是让它先干。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干的情况之下呢，再稍微喷一点双氧水让它消毒，这些你都可以做。但主要是要让它裸根干个1-2天。那你现在看到的这颗兰花，它也是纯水根。那现在啊，我只是在告诉你说，这颗兰花它的这个老花梗上面呢，有长了一个高芽。那这颗兰花其实它本来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根了。那但是因为纯水培进去之后，它长出了5条根，3条根往下长，2条根往上长。那现在呢，它的2条根系已经很长了，都已经就是100%都在水里面了。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水，它颜色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在让它泡一种 liquid seaweed， 就是seaweed 就是海带。所以它是以那种海带相关的生长激素，这主要其实是用来就是帮助兰花开根用的，让它能够长得快一点。因为兰花没有根，其实你很难能够照顾得好，所以就是要用一点手段生长激素来让它赶快开根。那一旦有了根之后呢，再加上细心的照顾、水质各方面条件，它其实兰花会慢慢长得很好。它们本身啊，这2颗兰花本来的叶子是非常非常的软，因为已经没有根，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吃它自己本身储存的养分跟水分，所以那你看到的这些叶子本来都非常非常的软。但是现在呢，而且那时候软到它们都是垂在杯缘上，但是现在你很明显看到它们的叶子已经非常有弹性了你看都还有端一的这样子，很有弹性了，也已经硬起来了。那中间的这片新的叶子也是越来越大，那个高芽也长得越来越大随着我们接近1月底2月初，就是接近冬天的尾声气温慢慢的回升，我就发现这颗兰花它的生长速度也在加速当中。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片段呢，是已经经过2天之后，我又重新再把我的软水再放进去。那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水的高度。那你有看到它这边有一段是干掉，但是我泡水它又恢复它原本的那个样子，但是里面那个根看得很清楚，就是它外面的那个根背已经没有了所以
让它干燥的用意就是在这边，让它能够结痂，所以停止它一直在泡在水里面，然后就一直烂，一直往上烂上去。所以一旦根系出现问题，其实就是把水倒掉，然后让它干个1-2天、2-3天，让它结痂。然后再重新再加入新的水进去就可以。那这边你看到也是一样啊。我这个水位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因为那个有问题的那个根呢，我没有让它泡到水，原因是因为其实你看到这边这个杯内其实已经有3条根是好的根，而且都是够长，能够在水里面，所以其实这颗兰花就靠这3条根就好了。所以我就不再把水位提高。那目前这颗兰花它长得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颗兰花的水位这样子是很 OK 的。水根其实你最主要的就是在看，它根系跟水的这个比例，然后跟天气气温上面你去做一个调整。还有啊，每一颗兰花它的这一个怎么说呢？个性喜好都不一样，即便都是蝴蝶兰，你一定要每一颗兰花当作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个体，特别独特的个体去调整它们的需要。有些兰花啊，它会一直烂根，一直烂到新根长出来，它才会适应。有些兰花一放进去，马上对这种水培水耕的方法就马上适应。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呢，还有每个人的居家环境的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你这水培水耕的成功率。所以这些就是主要的一些要点跟方法，在这边跟朋友做这样的分享。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3颗兰花从有介质的半水根，然后转到纯水根、纯水培，这3颗都是蝴蝶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前面看到的那一颗兰花呢，是种在瓦盆里面，然后它的介质当时我记得是一点点的火山熔岩，然后跟一些水草，然后这2颗呢是用有介质的半水根的种植方式。那我当初为什么会将这3颗要从有介质的半水根或者是传统的种植方式改成纯水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观察它们的叶子，然后跟这个半水根的这2颗呢，我看它3个月咯，比起同期转换到有介质半水根的兰花来说，我看这2颗它的叶子越长越小。再来就是我发现啊，它没有什么根是长到让我能够在透明这个杯子里面看到它长到外围，所以我就怀疑这2颗它有适应不良的情况。那另外那1颗呢，原因是因为它一直长，所以它有一点点往侧边长了，有点头重脚轻。那我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帮它稍微处理一下。那也因为很多兰友对水根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索性把这3颗都改成纯水根，让你们一起跟我来针对他们这3颗的生长状况，我们来一起做学习，一起来实验。那我们先从第1颗兰花来说起。这一颗兰花我就是把它从盆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根系是很 OK 的，但是很明显的在盆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根系其实它已经死亡。你看到它那个东西，它有一些根系颜色已经是咖啡色，然后甚至皱皱的了。而且我当时啊，其实如果你要稍微用捏的，然后一抽，就很容易能够把根被抽掉，这些都是表示那个根系其实它已经死亡。在这个瓦盆里面啊，取出来的介质，我先说明一下，白色的石头是我当时用在最底部的因为是为了能够增加排水的功能。
因为它这个瓦盆它有一点偏高，有点太高了。那我不确定根系有没有办法能够那么快的长到最下面，所以呢，为了不要让盆里面的水或是水汽湿度太高，我就用了一些石头把它垫高。那至于火山石、火山熔岩跟水草的比例，基本上是40%的水苔，然后60%的火山熔岩 （lava rock）。当然，要改成纯水耕、纯水培，其实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根系一定要尽量清理的干净哦。那有的兰友有问我说，是不是一定要清理的很干净才可以？其实也没有一定，你可以就是大致上清洗干净，因为有些地方啊，它可能水草会在2个根系的中间，那你不要去伤害到根系的情况下，有时候宁愿就是让它在那边，不然就是你要用小夹子、小钳子、小镊子，把那个水草从中间轻轻的夹出来哦。那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工具的话，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莲蓬头，水开大一点的去把它冲，把那些水草或是你不要的介质冲干净，尽量冲干净啊。如果有一点点，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哦。那你如果冲它的，用大量的水冲它的时候呢，如果叶子有弄到湿，你就是稍微擦干一点。那不然的话，就是平放在就是 paper towel 纸巾上面，然后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其实这个空气的流动会帮助你让这些根系还有叶子的部分能够烘干变得干的快一点。那我个人我喜欢让他们呢24个小时，就是冲完之后24个小时完全是裸根的状况，平放24小时，或放在杯子里面都没关系，但就是24小时让它干。然后呢，你再斟酌看看根系的情况，要如何加水，水位加到哪里？那这个呢，我们在影片的后面一点点会再谈到。这2颗兰花也是经过我用水大量的清洗它的根部根系之后呢，基本上已经清洗干净之后，我还是有用酒精50%浓度的酒精，还有3%浓度的双氧水喷在它们根系的周围。第一个是消毒，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它们根系消毒，因为有时候你不确定说它是不是有什么病虫害啊等等，那就是在换介质的这个机会下，我们就也顺便帮它的根系做个消毒50%的酒精，或者有的人用70%，那我这边比较常看到能够买到便宜的就是50%，所以我就用50%的酒精，然后3% 的双氧水。这2个东西就是买来就直接用了，你不需要再经过稀释的。3% 的这个双氧水是已经稀释过后的了有兰友问我说，需不需要再更加的稀释？不用，直接就可以用再来，最后这3颗兰花呢，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很放心的去测试它们？因为这3颗兰花都是非常便宜、非常常见的兰花几块钱美金而已就可以买得到的迷你蝴蝶兰，所以呢，如果你要尝试新方法，或是要去做任何的实验，用便宜一点的兰花，你晚上比较睡得着。接下来的3张照片呢，是第1颗兰花在头24个小时它在干的时候的一个状况。你看到这边它有些根系已经开始干瘪了。这是在第1天马上出盆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到的。然后现在这个你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些根系已经其实开始变黄，那个是它本来就会死掉的根不是说是因为你放到水耕之后它才开始烂根，其实没有，有些根系它本来在盆里面就不健康。那经过这24个小时呢，你又给它一个机会，就说让这些根系要先被淘汰，就先淘汰掉。那在还没有放到杯子还没有加水之前，你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修剪，才不用等到加了水之后，然后因为它根系烂在水里面，所以又变成说你要很长的去换那个水。所以这24个小时除了让根系能够有干的机会之外呢，其实也是给你另外一个机会去观察这个根系哪一些其实可以就先行修剪掉。
接下来的片段呢，我们就是要来个别的看一下这3棵，我当时在第1天给水的时候，我给他们的这个水的水位，到底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判断。这一颗是架子最右边的那一颗，你看到这边啊，它的水位在杯子里面相对较高，但其实真正在水里面的根只有一点点而已。原因是什么？这一颗兰花它根系其实很少，而且很短。那我为了要能够让这颗兰花有机会的能够长根，然后给我更多的时间来养护它，我其实希望它根系接触水的面积越少越好，才不会一下太多根在水里面，这颗兰花适应不良，然后根烂得太快。那因为现在还是冬天，春天还没有到来之前啊，冬天其实真的都诸事不宜。但是这3颗我就想说，反正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实验结果，所以我还是在冬天对它们做了换盆的动作，其实尽量避免哦。那原因就在这边，我要为了避免它根烂得太快，如果它适应不良的话，所以我给它碰到水的那个根的部分就这么一点点而已。架子上的这颗中间的这颗兰花呢，它的根系相对的比较多，而且比较长，所以这一颗是唯一一颗我没有用小钩子把它勾在杯缘上面来加以固定，因为这颗本身它就够长，就够得到底部哦，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子，没有用钩子。再来呢，这颗兰花它因为它的根系很长，那很多根都可以接触到底部，所以我给它的水其实也就是最下面一点点而已哦。那只要呢它一直都有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属于纯水培、全水培的一种养殖方式。当然，我之前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纯水培其实你根据它的生长情况，根据天气，你自己的居家环境，你可以有时候有几天把它转为半水培。也就是完全没有水的状况，裸根让它干个几天哦，所以这是纯水根它有的一个很好的就是优点，你可以根据状况来做调整。接下来的第3颗，也就是架子上的最左边的这一颗哦，它的根系接触的水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你看这颗根的颜色。其实是这3颗里面，我觉得最不健康的一颗。虽然它的根系有比第1颗还要再多一些，不过这一颗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这一颗的根应该都会全部烂光光，然后新的根长出来，适应了水根之后，这颗才会继续的再茁壮起来。接下来的片段呢，我们还是一颗一颗兰花来看一下我所拍照的这个过程，它们的一个生长的过程。这3颗从转换到现在差不多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大概5个星期吧。你看它中间的叶子在长，然后它本来的2个很小的根啊，也已经长得很长了哦。那有1条根是直直的往下长，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一旦等到它长得够长，长到超过它最底部那个兰花底部。根部的底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水位提高，因为这个根会是我这颗兰花纯水根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它是关键。那另外1条根呢，它接触到边缘之后往上长，这一条根呢，我也尽量不去打扰它，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于稳固这颗兰花，不让这颗兰花摇摇摆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架子上面最右边的这颗兰花。其实当我修剪完这根系之后啊，它其实没剩下几条根了哦，所以我才会说这颗兰花它根系是最少的1颗，但它的健康状况还比最后面我刚刚介绍那颗兰花的根系还要稍微健康一些。哦，那经过了5个星期之后，你看有2个根已经冒出来咯，所以是相当好的情况。不过呢，你看它之前的那些根系啊，也都已经差不多再见了，就是都干掉了。不过我还是有用小的这个钩子把它勾在边缘上。那你看这个哦，如果等到它长得够长了，我就可以提高水位。然后这个根长直直往下长的这个根，也会是这颗兰花水培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最后的这颗兰花呢，其实当时啊，它比较好的根系都是在戒指之上哦。你会看到那个叶片下面的这个有绿色头的这个根系。
哦，这是比较好的根。其他戒指里面的根，其实我剪完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根看起来，如果我没有及时拿出来，其实它也就是一直在戒指里面，就是会烂光光。这颗其实对有戒指的半水根，这颗它就不是适应的非常的好。哦，那经过了这一个多月5个星期，哦，它也开始长一些新的根，不过这些根目前呢还是非常的短，好，所以还要再给它几个星期的时间，让它再继续长长。那这个呢，就是它们目前的一个生长的状况。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我交流。好，那再来呢，我要给你看的是这第3颗这颗兰花也蛮有趣的。当时我在修剪根系的时候就发现它有次花梗，就是从它的老花梗那边慢慢的长出来。当时我不确定这些会不会继续再长，因为换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动作。但经过了5个星期之后，你看它的花梗、次花梗继续在长，而且其中的一个老花梗呢，有3个次花梗长出来，而且越长越大，哦，蛮好玩的。那这个图片是它的另外一个方向哦，它们都是一直往光源的地方长出去。哦，有向光性。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花梗，只有1个次花梗，所以2个次花梗、2个老花梗里面呢，有4个次花梗正在长。那它们呢目前都是朝窗户的那个方向一直长过去。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也许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颗虽然可能根系没有，但是有可能会开花。所以我到时候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它们的生长状况，特别是这一颗，因为我很少有蝴蝶兰一次长这么多次花梗的，不知道这颗到底是吃了什么药。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一颗文心兰。这颗文心兰呢是水根，然后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怎么操作，还有它的根系生长状况。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这一颗兰花也是属于迷你型的香水文心兰，但是它不同于我之前给你们看过白色的 Oncidium Twinkle 跟粉红色的 Oncidium Twinkle， 因为呢，这个它的组成是把其中的 Oncidium Twinkle 再拿去配它其中一个父母亲，然后得出来的交配品种，也很香。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段之前拍过的短片，这颗兰花开花时候的短片。这颗兰花在当时开花的时候有3个花梗，那你看到它那个时候我是用有介质的半水根的方式来种植这颗兰花，那它也适应的相当的良好。但是我为什么把它改成水根呢？原因是因为你看它的那3个花梗很长，然后在开花的时候就重量越来越重，所以它就慢慢的由右边倾倒，然后到最后呢，等到它开完花的时候，我觉得这颗它的位置就已经不是非常的笔直了，那我觉得看起来不好看。另外一方面，跟其他兰花摆在一起啊，会影响到其他兰花的生长空间，因为它不是向上，它向侧边倾倒，所以我就决定把它重新本来我是要重新把它再种回去这个地方，但是呢，其实我也想要在水根上面多做尝试，因为有兰友问我说，我有没有其他除了蝴蝶兰以外其他的花来用水根？我之前就试过了哦，就是我的 Oncidium Twinkles， 他们之前就是用水根的方式，纯水根、纯水培，所以我是知道这种兰花，特别是 Oncidium 相关、文心兰相关的，如果你要用纯水根的话，是很 OK 的，因为它们的根系很细。所以呢，他们是非常喜欢处于一直都是非常湿润的状态。另外啊，这颗兰花其实也非常的香哦。那它因为它的亲本其中里面有一个叫做 Satuanum 的这种文心兰，所以
它也带一点粉红色，然后呢，它唇的部分呢就是偏黄色，所以也是蛮好玩的一种迷你型的香水文心兰。如果大家在台湾能够找得到这一种兰花的话呢，我也很建议你去买一颗回来种种看，欣赏欣赏。这张照片是当时已经换成纯水根后1个多月了吧？那个时候我是正在给这颗兰花浇水，那你有看到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半左右哦。那因为它是比起蝴蝶兰更喜欢湿润，更喜欢有水，所以我就是给它大概1半的水位，根系1半的部分，但其实1/3也是很 OK 的。然后你看到它的背后有一个蓝色的杯子。这个杯子就是它的外杯，是我用来为了美观、防止阳光照射而产生青苔的一个方法。这颗兰花在放到水耕水培之后长得根系长得相当的快。这些绿色的就是新的根系，然后它颜色比较偏土黄色的根，其实就是之前的根甚至是在有介质半水根的时候长出来的根。现在也正在成熟一个侧边长出来的新芽就是你看到右边的这个比较青绿色的新芽，然后呢，它在另外一边也在开始长另外一个侧芽。那这个就是平常它摆在架子上面内杯外杯交叠起来的样子，为了就是要能够避免阳光对根系跟水的直射，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青苔的产生。那这个呢，就是我在换水的时候，可能比如说2个礼拜、3个礼拜，我觉得我想把水换掉了，我就让他们干个1、2天这个是他们的就是干旱期有时候你其实水培兰花是可以给他们这样1、2天的干旱期的，是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根系也需要呼吸，也需要休息，所以给它很干跟很湿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对比，有时候会刺激它们的生长。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来再看一看一个短片，就是这颗兰花目前的这个状况，用短片的方式、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它的叶子目前长得非常的好，2个侧芽也都成熟的状况，就是成长的状况相当的好。那它的根系呢，也是非常的健康啦那因为它是水根，再加上它的根系比较细，有时候在兰花的底部的部分就是它基部的部分有时候会出现一点白白的这个类似像发霉这样子白色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其实你有2个方法可以处理。第一个就是当你在换水的时候，然后再给它干旱期的时候，比如说1天或2天，你要让它干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酌量的用3% 的双氧水，稍微在它根部的部分稍微喷一下，可以把这个霉菌去掉。那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就是你2天不给水的情况之下，它这个霉菌会因为它太干，它就有可能会死亡。不过这个动作呢，可能会要你自己去做调整，因为每一个家里面的空气品质还有湿度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衡量，说你要怎么操作那再来就是你看现在它的水位比较低，原因是因为呢，也过了我距离上次浇水也过了快1个星期吧。这种花它其实不要因为说它有球茎，所以你就不给它水，它其实还蛮爱喝水的，蛮渴的所以呢，还是建议你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它太久，不要超过3天是没有水的，就是说很干的情况之下让它这样子裸根3天。我一般都是给个最多2天。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自从我跟大家分享了水培以及半水培兰花的要点与经验分享的那2个视频之后呢，我收到很多兰友的私讯，希望我也能够分享一下我对水质上的看法还有经验。所以我今天呢，要利用这个影片、这个视频跟大家讨论一下水在水培、水耕兰花这种养兰的方式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中文视频，而你对水培或是半水培的这种兰花的种植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在影片的下方将会有2个连结，方便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能前往观赏。当然，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适合水培与半水培兰花的水呢，如同之前介绍过的是软水。软水还有较低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我建议大家呢购买一支 TDS meter，它看起来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东西。TDS 叫做它的全名就是 Total Dissolved Solid。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侦测你水质里面到底有多少碳酸钙、碳酸镁以及其他矿物质成分的一个工具。我建议大家买一支来测量你水中分解的矿物质、重金属等等的高低。那根据我在网络上的一个调查呢，一般来说低于150 ppm 的水称为是软水。那150到250之间呢，这个水差不多就是稍硬了。那250到320为中硬，320以上就为硬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打开，你看到它出现3个0然后 ppm 的部分呢，就是它叫做 parts per million， 这就是它的单位。那你看这个水呢，是我家里面水龙头，就是自来水，水龙头打开取出来的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pH 值。今天呢水质比较好一点，所以大概就是在128、129，所以呢它还是介于在软水的部分就是低于150都算是软水。那有时候呢，它是我在家里面的水，有时候是140，有时候接近150，但是基本上都在150之下，所以呢，我这个部分是软水。但我是额外有用过滤器，把这个 ppm 就是 parts per million 降，就是刚刚说的那3位数呢，降到10，甚至接近0。有些人可能因为刚开始接触兰花，所以不想要花额外的钱去买这些工具。比较方便的辨别方式就是，比如说雨水、下雪、雪融掉之后的水、逆渗透的水、蒸馏水都是属于软水。那当然啦，如果你家里有院子或是阳台，可以让你摆放接雨水的桶子或者是水缸，那我要先恭喜你，朋友，你有现成的软水可以使用。但真正呢，想要认识养兰花的朋友呢，我会建议你买一个那个 TDS 的测量器，因为你的施肥，你在施肥的时候呢，你加进去的肥料，不管是液态的肥料或是粉状的肥料，都会增加软水里面 TDS 的数字。那很多我认识的兰友，他们都尽量把加了肥料的 TDS 控制在100以内。肥料浓度太高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根的灼伤，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所以呢，虽然你已经是用软水了，在水培与半水培兰花上面，我建议浓度不要高于原本建议浓度的1/4。如果你每周都想要施肥的话呢，我会建议把浓度降到1/8，以避免水培或是半水培兰花的根部灼伤的问题。兰花的施肥不是浓度越高越好这是第一颗兰花它的根系，我就转一圈让大家看一下。这些兰花呢，在大概1周半前，大概1周吧，还不到1周半就有浇水了。然后你可能有看到刚刚这边有一个小钩子，这个是我呢为了让它感觉它有稳固的感觉而把它做固定的。你看它这边有一个钩子，从它兰花底部最底部的地方拖住，然后再挂到杯缘，这样子它就不会
一直到就是沉下去到杯底，这样子你会有比较多的地方能够让根向下生长，那你的水位也能够拉高。所以这样子一旦根到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像说是这样子又有水，你其实就不用常常的一直加水或是一直换水。当然如果你的水质本身起了变化，或是变浓浊混浊啊，可能是因为根烂掉或怎么样的话，或是长了青苔，你都必须要换水的。然后你看一下这边这条已经入水的根呢，它有一段时间停止生长，现在又重新试着要再长出它的新的根出来。那这颗兰花呢也是一样长得非常的好，已经有这3个根已经长到水里面去了那本身的水位应该在这边，它现在已经到这边了，1个礼拜以前浇的水。这一颗呢是最近不是最新，最近入水的，也已经有根大概1个多月了吧，已经有2个根长到水里面去了，这也是1个礼拜之前浇的水，所以水位应该就是从这边降到这边了。大家看，从上面往下看，根系长得相当的不错，一样我也是这一个兰花，我也是有用钩子把它架高，而且呢它的花梗这边也长了一个高芽，转过来让你们看清楚一点，也长了一个高芽当然这个高芽的处理呢，以后我会再跟大家细谈，但基本上如果它的根还没有长超过3条根，然后根没有超过至少5公分的话呢，我都不建议你把它取下来。那这个兰花我没有架高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根系一直长，那它的叶子比较硬，所以它撑住了。再来是它根系很快就往下长，所以它现在这下面这2条根其实也支持住它自己本身的重量了，所以我就没有再额外用钩子把它勾住。那以上呢是我对于水培兰花或是半水培兰花水质上的一个要点的分享。另外一个水质的面向是关于水质它本身的酸碱度的条件，我将在近期也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就是兰花水培兰花或是半水培兰花这个水本身的 pH 酸碱值的成功要点。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水的面向，那就是水的 pH 值。 pH 值是水的酸碱度的一个表示，水的酸度或碱度呢，其实会影响兰花能够吸收养分的多少。但如果你真的要在这方面下功夫的话呢，你会需要有3种工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水的面向跟哪3种工具你会需要。第一个就是 pH meter 来测量水的酸碱度，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它上面这边有写pH。第二个呢，就是 pH meter 的校准调剂，也就是你左边看到的这个东西，一个是4，那一个是7。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用来校正你这个仪器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已经调好了，就是100%是 7.0， 那这个是 4.0。3个东西就是 pH down 的这个酸性的调剂。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水的酸碱度呢？举例来说氮的吸收主要是介于在 pH 值6到8之间，低于6或者是高于8的 pH 值，兰花对于氮的吸收相对就减弱了。我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会加上一张 pH 值酸碱度的跟一些养分吸收的对照表，线条越粗代表它吸收度就越高。最下面的数字呢，就是 pH 值酸碱度的数字。你应该还记得，数字越低，它就越酸；数字越高，它就是越碱。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国中的时候物理或化学应该会学到的东西，我不太记得了。还有啊，不好意思，我只找到了英文的对照表，所以呢要请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温习英语单字的机会啊，把这些单字都查一下像第一个 nitrogen 它就是氮 OK， 那其他的就要请你再去查一查了。好，所以你可以用那张表呢依照这样的概念去以此类推，其他养分啊在什么酸碱值的吸收会比较好，然后你呢自己抓一个你已经加入肥料之后的软水的 pH 值，注意哦，这里是已经加入肥料的软水因为肥料呢一般会再降低原先的酸碱值当然啦，如果你真的对兰花有兴趣的话，然后你也想要在这个方面多琢磨多加深入去了解，然后如何能够真正利用这个水它本身的酸碱值跟你给的肥料来让你的花有某一种表现，比如说你要壮大它的根系，你要壮大它的叶子，或者是你要让它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抽花梗。好，那这边我一般建议你是有时候把水调到 5.5 左右，有时候6，有时候 6.5， 有时候7，这样你就可以让兰花在酸碱值变化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每一周嘛你这一周调到 5.5， 下一周调到6，下一周到 6.5 或7，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吸收到不同比例的各种养分。另外呢，你会需要 pH meter 的校准剂，就是这两个东西。因为你的 pH meter 在买回家的时候也许本身没有非常精确的被校准过，而仪器的东西其实你自己买回家后也最好是定期，比如说每个月都校准一次，以确保你的pH meter 读出来的数字是正确的。那最后一个东西你会需要的是，在美国有一种产品叫做 pH down是一种专门用于水培植物的酸性调剂。好，我家的水虽然是软水，也就是说 ppm 低于150我记得我上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测出来好像在130左右吧虽然是软水但是它的 pH 值却有时候高达 8.5。 这个呢是我在家里面自来水龙头里面取出来的自来水，它现在呢正在测它的 pH 值，目前呢它的 pH 值大家可以看到差不多在 8.7 左右，它还会数字还会一直变化，所以一般来说你应该要放在那边放个几分钟，让它数字稳定才会是它正确的 pH 值。那一般来说呢，我呢都是用这种小滴管，你看我这边还写一个 pH down， 就是要确保我就是一直用这一支来取它可能比如说一次1cc 加到我的水桶里面去，已经调好肥料的水桶，测它的 pH 值之后 ppm 值也测过之后，我来开始降低它的 pH 值到我比如说我想要的5、6甚至是7，因为我家里面的自来水它的 pH 值都偏高，那我希望我的 pH 值能够在介于5到7之间。那每个礼拜我会斟酌看说这礼拜我可能要5，那下个礼拜我可能就6，然后再跳回来 5.5， 再7，然后 6.5，这样我能够增加兰花在不同 pH 值情况下吸收到不同的养分。所以我总是必须先把过滤的水先与肥料调好之后，再用 pH down 去把这边的数字降到我想要的数字。当然我这个东西都是用滴管，因为这个东西浓度很强，每一次都是用滴管慢慢的滴到我所有调好的水里面之后，我再用这个再去测它的 pH 值。以上呢，这个是我对于水培与半水培兰花在水上面的一个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兰花换盆时候的容器选择要点。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我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影片，是关于兰花换盆的3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点阅，我也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影片的下方，以便于你事后点阅。一般来说，有3种情况你会需要把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不过这边要提醒你的是，兰花很不喜欢被打扰，一旦它们被打扰之后呢，它有可能会产生暂停生长，像是根暂停生长，长叶子的速度变慢，花梗停止不长了，或是已经有花苞的情况，它花苞掉蕾不开了。所以换盆一定是要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冬天，如果天气不好太冷，也不应该把兰花取出来。那假设你必须要换盆，你该用什么容器，该考量什么因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部分。我把今天的主题分成3个容器种类，我是用种植方法来区分这些容器的类别。我们会先讨论传统种植方式常被用到的容器。所谓传统种植方式，就是容器的底部下面有洞，以利排水。再来，我们会讨论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水耕顾名思义，就是部分根系一直都在有水的情况下生长，所以容器的底部当然就是没有洞的。最后我们会讨论有介质的半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半水耕容器也有排水孔，但是这些排水孔是在容器的侧边，而不是在底部。我们先来看这种最常见的塑胶软盆。它之所以常见，是因为绝大多数你们买回家的兰花都是在这种软盆里面。主要是它的材料是塑胶，所以便宜也轻巧，适合运送，也有助于水分的保持。在这边观察入围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到，我影片中的软盆外围的侧边都有垂直的空隙，这是我自己利用工具弄出来的，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多一点介质的通风，以利于水分的蒸发。再来是传统式的硬塑胶材质的容器，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盆啊，硬塑胶盆应该是这几个容器里面大家最常见到的。它只有底部有洞，有排水孔，而在其他3个都有在侧边上呢，有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这边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样是要提供利于介质蒸发多余水分的管道。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硬盆或是硬塑胶盆，它的底部中心有一个凸起的部分，这是一个已经经过改良过后的兰花盆。一般的塑胶盆底啊，即便是有排水孔，它也是平的，没有中间突出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有助于兰花位于中间偏下面的介质也能够均匀的蒸发水分，否则可能会出现中上半部的介质已经非常干，而中下半部的介质的环境啊还是处于一个湿润有水的状态。那这种没有蒸发均匀的情况呢，对于新手来说会比较难去判断到底是该给水，该不该给水，或是该给多少水等等。左边这3个塑胶容器呢，这3个硬的塑胶容器虽然底部是平的，但是我有在它们的侧边啊钻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主要是要促进水分能够均匀的蒸发。而我偏好透明的塑胶容器，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呢，使用透明的容器，是因为透明的容器易于我们观察根系的生长以及介质的状况，比如说介质是不是老化了、发霉了，有没有虫害，或是介质里面是不是还有水分的凝结等等等。
这边还有一种我觉得常见的硬塑胶容器，但是这种几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网子，英文呢叫做 net pot， 翻成中文就是直接对翻的话就是网盆，但我不知道中文名称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知道这个东西中文称作什么。总之它是塑胶材质，它看起来像是个容器，但是它侧边的有洞口或通风孔很多，通风很好，所以很适合喜欢根系通风然后干湿分明的兰花种类。介质方面啊，它这种材质的硬塑胶容器很适合与水苔或者是椰子纤维这种保水性很好的介质搭配使用。最后因为它的洞口多，也很方便于用个钩子就能够转变为小挂盆，来节省养兰的平面空间。我们再回到透明的硬塑胶容器一下，刚刚有提到我为什么喜欢透明的塑胶容器，但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们便宜。这边你看到的兰花是我一颗拯救回来的兰花，我是在一个纽约的植物园的礼物店里面买的，当时它已经开完花了，所以那个时候正以半价的价格出售。那带回家后呢，我就在这透明的小塑胶杯上打了几个洞后呢，就用一条铁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就挂起来养。你也看到了，它现在正在抽花梗，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目睹它美丽兰花的英姿。我自己也很期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花是什么颜色或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是它的另一个角度，容器的周围以及它的底部都有很多的通风孔，因为是种在杯子里面，所以给水的时候呢，我就是把它放到另一个一样尺寸的杯子里面泡着，等到泡好了，我就让它把水滴干，再把它挂回去，一直等到水苔这个介质很干很脆了，我再重复这个给水的步骤。不过呢，透明的容器也有它的缺点在，就是因为阳光直射、阳光的照射而长青苔。青苔其实不会影响兰花根系的生长，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太在介质里面跟兰花过度的竞争水分或是养分，这边纯粹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已。如果你觉得青苔不会碍眼的话，其实这个也就不是一个缺点，否则你就要想个办法来减少甚至阻隔阳光的照射。我自己的办法呢，就是用尺寸相同或是稍大一点不透光的外盆来预防青苔的生长。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等一下讨论水根跟半水根容器的时候呢，会再提到。再来，另一个常见的传统式兰花容器就是瓦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显微镜下，它的结构有很多细小的洞口，所以相当有利于水分蒸发。另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颜色，在它还有水分的时候呢，看得出来它颜色比较深，也能够用手去感觉得到因为有水分而较低的触感。但是缺点是我们无法看到根系在盆内的生长状况，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容易掌握。另外，兰花的根系容易粘于盆内，造成将来换盆时候的困难，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人将瓦盆打破，再进行根系的清理等等，或是直接将小瓦盆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瓦盆里面去，再用新的介质将两个瓦盆的空隙填补起来。最后一个我不喜欢的缺点是外观上容易有物质残留的痕迹，可能是多余的盐分或是肥料在水分蒸发后留下的物质。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有不好看，那也就不算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耕种植的容器选择。很多人喜欢用玻璃的容器来水耕他们的兰花。玻璃容器的优点就是它美观，也便于我们观察兰花的根系。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破裂的可能，而且会因为青苔，所以需要常常清洗。而且一般玻璃容器都太宽，兰花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能量才能长到容器两边而得到稳固安定的感觉。所以呢，这会拉长兰花对于水耕种植这种方式以及我们所选择使用的玻璃容器的一个适应期。
我个人还是偏好塑胶透明的杯子来水耕我的兰花。我用的是12盎司或是16盎司的透明塑胶杯，因为它们便宜，也非常容易在任何超级市场能够买得到。说穿了，它们就是一般喝饮料的杯子。如果你常去喝星巴克的话，16盎司的杯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中杯 Grande 的 size 的尺寸。我不建议用24盎司的杯子，因为对大部分的兰花来说，24盎司的杯子的深度有点过深。透明塑胶杯的好处啊，除了没有破裂的隐忧之外呢，也非常容易的能够让我们来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因为便宜，容易取得，我在这边甚至还可以用不透明但尺寸一样的杯子来当外杯阻隔阳光，这样我就不会有青苔影响美观的问题。事实上，我现在绝大多数的兰花都是用透明塑胶杯当做内杯，加上相同尺寸但不透明的塑胶杯来当做外杯。最后我们来看半水耕的容器，这边指的是有介质的半水耕，英文叫做 semi-hydroponics， 不是无介质的半水耕，叫做 semi-water culture。这两种种植方式我都有做影片说明过，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也可以在影片的最后或是影片的下方点阅来看看。有介质的水耕需要容器底部有一个小的蓄水池，所以在侧面一定要钻排水孔，一般2个排水孔就足够了。我有看过有人在他们的玻璃容器钻孔来做有介质的半水耕，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投资比较专业的钻孔工具，所以我就偏好用塑胶杯来钻孔改造成半水耕的容器。这边呢，有3个好处要跟你们分享。第一，容易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第2个好处呢，就是可以用外杯来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不美观。第3个好处，内外杯堆叠起来，可以直接加水泡水，然后拿起内杯沥干之后，将外杯收集的水倒掉，再将内杯外杯重叠起来，就可以放回原来它的位置。这些收集起来的水呢，以我为例，我是不重复使用这些收集起来的水用在其他的兰花上面，所以如果你有院子有花园或是其他的植物呢，这些水是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今天我们讨论了传统式底部游动的容器，包含软塑胶、硬塑胶以及瓦盆的材质，也讨论了水耕的玻璃容器与我偏好的透明塑胶杯，加上刚刚我们讨论了有介质水耕的容器种类，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对于哪种容器对你的兰花特性、你给它们的生长环境等综合考量下，是什么样的容器比较适合你跟你的兰花。但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新手常常忽略掉的重点，那就是容器过大都会因为水分过多蒸发不了，然后又再加上你可能持续定期的给水浇水，导致容器内介质一直处于一个过于潮湿的状况，而导致烂根。兰花的根系喜欢潮湿湿润，但也喜欢空气，所以你要想办法提供一个它们容器里面能够从很湿润到差不多干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你再重复给水的动作，这样它们的干系才会能够吸饱水分，然后休息，然后再继续的生长。当你不确定用什么尺寸容器的来做你容器的时候呢，如果不是沿用原来的尺寸大小，就是宁愿小一点也不要太过于大。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想利用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一棵兰花的水根成长历程、水根成长故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3月初，我买了这棵兰花。那因为它本身根系就没有相当的好，所以我一回家之后，马上就把介质取出来，观察它的根系，看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那我决定，我想要用水耕水培的方式来种植这棵兰花。那你现在看到它的根系，其实
每一根它都蛮硬的，但上面有一些黑点黑斑，那个应该是在还没有被我买回家的时候，可能是在本身兰园的地方就施重肥，所以会有那些黑点。那5月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是一样，就是一直持续水根的状态2个多月。那你现在看到的这3个花，其实在3月的时候，如果你往前回去看，它们还都只是小小的花苞，甚至还没有长得很明显。那之前的花已经掉了，那这3颗是进入水耕之后，它的花苞才壮大，然后开出来。然后同样左边这个有花的花梗呢，还有最后面还有一个花苞，然后另外右边的那个花梗呢，当时也有一个花苞正在展开，不过最后这2个花苞没有完全打开，原因是因为我又把这一颗当作是有一点像实验性质，所以常常拿它来做影片，然后拿来拿去晃来晃去的，所以到最后它们就掉雷了。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一直到5月放到水耕里面2个月，我才开始看到新的根系长出来。虽然只有长一点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鼓励因为这表示说，在这2个月的过程中，它已经开始适应水根的这种方式，而且你看到右边的这个在水里面的根，它也从它本来的老根那边开始突出了一点新的我们说叫做 root tip， 就是它根的那个最前面的尖端绿色的部分。然后这上面的这2个绿色的根，新的根尖是水以上的部分。那因为它是水根，所以其实在杯内基本上它的湿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说，它们根系长出来的机会都蛮大的，不会因为你的居家环境的湿度太低而有所影响。那接下来呢，很快的我们就会进入到9月，下一个片段就是9月的时候。9月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已经从之前纽约搬到德州，奥斯汀的德州。那你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我的这个兰花的位置已经不是在最底部了。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根系它已经有长比较多出来。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兰花它真正要长得好，像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讨论过这一点，就是其实它是需要很稳固的。那我当时是因为了要省水，所以我就把兰花放在非常底部的地方。那现在我把它架高，你看到我用一根铁丝把它做成像一个钩钩，把它从底部兰花的最底部尖尖的地方勾住，然后在另外一头勾在杯子的边缘，让它做固定。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兰花感觉到稳固，进而继续比较快乐的生长它的根系。那你现在看到，其实我现在当时的我是正在泡水，泡它们的肥料水肥，我里面一般都是放1/4浓度的肥料，那有时候我也会放一些海带相关的生长激素。那你看到，其实有几个根已经都长到水里面去了然后它也正在长一片小叶子。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到下一个片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我们要看的这片小叶子，它其实已经长得非常大了。那兰花其实主要我喜欢它现在被架高，第一个除了稳固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根系有地方能够往下生长。才不会全部都是因为它本身就坐在杯子的底部，而它长出来的根系就全部都揪在一起，甚至就是会由杯子的边缘往上生长。因为这样子其实
一来不好看，那二来的话，如果你以后决定说，我不想水根了，我想要把它换到其他的有介质的盆里面的时候，它根如果是由下又往上长出来，其实会在我们以后换加介质的时候造成一些困难。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这样架高，我下面的水位可以高一点。那一旦根系够长，已经长到水里面之后，其实你可以拉长你给水或是换水的间隔。当然，要不要换水，还要看你本身水里面它的干净程度，因为有时候在水培水根里面，水啊，它有时候会变得有点浑浊，或者是有青苔的现象。那混浊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换水，大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些适应不良的根，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败根，就是腐败的现象，所以会导致这个水质变得有一点浑浊、混淆不清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相当建议你，就是说，第一个先把水倒掉，第二个你可以呢用干净的水稍微泡它一下之后，再把水全部倒掉，然后让它干个1天到2天，让它坏死的根部就当然你要把它剪掉之外，你就让它干1-2天，然后再重新加干净的水进去。那现在影片里面呢，其实你会发现我背景后面的杯子都是用蓝色的杯子外杯。那其实我水跟一般我都是加完水之后，我要把它们放回去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把它再放到一个蓝色外杯里面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比较美观，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外杯它有办法阻隔大部分的阳光，所以在水里面的根系跟水就比较不容易因为阳光的直射而容易产生青苔，所以也是美观。那再来呢，现在我们已经到11月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已经有根已经就是直直的长，而且已经长到杯子的底部了。然后呢，现在看到的这2个根，一个由上一个由下的根在9月的时候，如果你再倒带回去看，你会发现它们那时候还只是小小的比较短的根，那现在已经又更加的长了。所以这个又是让我能够确定说，这颗兰花喜欢这样子被固定，然后喜欢水根的环境。当然有时候在水根的时候，兰花的根虽然有时候它已经长到水里面去长了好几个月了，有可能它就会突然间这个根它不喜欢水了，然后就开始烂。那没关系，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根，所以我们有办法来做处理。一样就是把烂掉的部分剪掉，然后用水冲一下之后，杯子稍微冲一下，让它干个1-2天，重新再加到原来你喜欢的水位，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一般来说，我觉得水根是一个蛮有趣的方法。那希望透过这一个兰花的成长故事呢，能够让你们有一些能够解答你们的之前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给你们有一些发想。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2株纯水根蝴蝶兰的花梗，也顺便浅谈一下一些水根兰花相关的种植观念以及种植要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这2颗兰花，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约1年多前购买回来，开完花后，我就把它们转为纯水根来养护。那从今天的影片主题，你们也已经知道这2株兰花目前正在抽花梗，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欣赏到它们开出来的花朵。目前这2颗的花梗都是第2次来花，但是水根种植后的来花抽花梗还是头一次，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感到蛮兴奋的。去年底它们没有开花，我猜跟我当时住在纽约公寓的环境有关系。那边没有中央空调，所以我很难去控制温度，又不能打开窗户，因为冬天实在
太冷了，所以基本上当时室内的温度啊，就是看整栋大楼的暖气温度是多少就是多少。这颗兰花的根系其实很健康，那除了说因为透明的杯子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根系之外啊，另外一个能够判断兰花健不健康的重点就是看它的叶子。你看到啊，这株兰花的叶子啊，越新的叶子它越大片，当然长到某一个程度呢，它的每一片叶子应该都会几乎一样大，那就是非常成熟的兰花。但是如果它还在变得更成熟，表示它现在很年轻，它的叶子就是会由小慢慢变大变大变大。所以这颗兰花它其实就是很喜欢它目前的环境，所以它的叶子就是越长越大。这是一个可以判断兰花是不是喜欢它目前环境跟你给它的养护的一个观察的重点。那等一下呢，你还会看到有一个小片段，就是说它的一个根是从老根又再重新长出来。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时候你在替兰花换盆啊，在整理根系的时候啊，不要因为那个根系看起来不健康，你就把它剪掉。其实根对兰花很重要，所以你宁愿把它留着，也不要误剪把它剪掉。就是这边你看到的它有新的根是从老根长出来。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我怎么知道要不要把根修剪掉？其实最主要的判断就是这个根死掉了没有。如果已经死亡的根、败坏的根，其实它的根背啊，要么就是还是在湿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够一抽，它的根背就被抽下来，只看到里面细细的一条根，那样子的根其实你就可以修了。那再来就是说它可能已经很干，那就是变得干干脆脆的，它已经你捏的时候它已经就是里面完全没有根背这一层软软那个吸水的这个材质的时候呢，这根也已经不行了。所以用这样去判断。那如果你捏下去还算是蛮扎实实心，即便它颜色不好看，你都可以把它留着，因为我们宁愿多留一点根以避免说我们误剪健康的根而导致兰花其实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冲击啊，就会使它的生长速度减缓，甚至停止生长一段时间才会再重新启动生长。接下来的几张照片啊，都是在影片这个片段拍摄之前照的相片，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花梗它是比较小，但是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抽花梗，然后正在长。那当时啊，其实比较好玩的是，那个时候我正在介绍水根的这个种植，刚好有几位兰友就在问我说，我听过人家说水根兰花不容易开花，那都只会长根长叶子，但是不会开花。那我就跟这几位朋友说，其实是会开花，因为其实我很确定会抽花梗，因为他们这2颗兰花当时就在抽花梗。那我去思考之后，我其实发现其实是温度控制的关系，因为蝴蝶兰啊，如果它要真正很容易的能够抽花梗，是在就是秋冬这个季节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低温，就是大概摄氏13到1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或是如果是华氏的话，就是在55到65度这个之间，晚上夜间温度而且需要持续比如说个把月来去刺激兰花对开花抽花梗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激活。那这张照片呢，就是它平常养护的被我种植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有内杯有外杯。我内杯是方便我能够观赏根系，外杯呢就是用来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生长这是一个美观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第2颗兰花，我们现在也是先来看它的根系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得到它非常的健康，比较淡颜色的这些根啊，白白的根，有绿色的根，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根，包括已经在水里面的这3条根系那其他颜色在杯中间比较偏中间的那些比较黑深色的根系呢，是它原本的根也没有烂掉，但是呢它就是比较硬。那因为它根系越长越长，所以我都把水位控制得很低，所以它原先的那些老根啊也比较没有机会泡水。那你现在看到的也是一样那个叶子黄黄的东西是已经大概1年多前吧，我拿东西不小心掉到叶子上面，把那个叶子弄伤，不过好在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感染。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其实就是
它的花梗，这个花梗长得蛮快的，比之前上一颗花那个花梗长很多。但这颗兰花它其实抽的花梗速度比较慢，就是比较晚抽花梗，但它的速度长得很快，蛮特别的地方啊。那这颗也是一样，你看它的叶子也是一片比一片大，越新的叶子长得越大，表示这颗兰花对于它现在的生长环境跟养护方式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呢，也是有几张这颗兰花先前的图片，来让你能够更近距离的看一下这颗兰花它平时的生长状况。一样，它也是有一个内杯，就是透明的杯子，然后跟一个外杯。然后呢，当时你看它的花梗还在杯子的杯口内啊，但是现在呢已经凸出来了，到杯口外面了啊。那这个就是我平常让它静置的状况，有外杯有内杯堆叠在一起。所谓好酒沉瓮底，在影片结束之前呢，要跟大家来再讨论另外一个跟水根兰花相关的一个课题。水根兰花乍看之下感觉蛮容易的，事实上它比任何有介质的培养方式还要再稍微进阶一点。原因是因为它只有根跟空气还有水，所以你怎么掌控水跟根系之间的关系，水位的高低，还有再加上你对你兰花的了解，每一颗兰花对于水位高低还有水就是要多久的时间有水，因为有些兰花它一放进去水根的时候，它根就是会一直烂，所有既有的根都会一直烂到新的根长出来，然后天气回暖，天气稳定之后，它才会适应。有一些兰花，它蝴蝶兰这边指的都是蝴蝶兰，它一放进去，它马上就适应了，它也不会烂根或几乎不会烂然后就是好像没事情一样，马上就适应了。所以这东西呢，有时候它对某些兰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可能比较没有经验，他不知道水要怎么去控制，怎么去拿捏。那我唯一给你的忠告就是说，如果你要试，请你去买一颗比较便宜、比较平常的蝴蝶兰来试过之后呢，你有信心了，你就可以去进阶版一点的，就是尝试把你稍微喜欢的兰花，或是比较名贵一点点的兰花，你想尝试，你再去做这样的尝试，会比较保险。那另外一个就是头1个月会需要你每天去观察它，然后尽量去调整。就你觉得这颗兰花它的根看起来感觉已经就是水分很充足，然后感觉好像快要开始烂的时候呢，就像我之前的影片，把水倒掉，让它干个1-2天然后你再把水加回去，或再给它新的水。那一般像我这2颗，它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定了。我一般就是等到它几乎没有水，我才会加，因为这2颗它的根几乎没有在出什么状况的情况之下，它的水都是非常干净的，所以在很干净的水的情况之下，你是不需要完全把水全部换新就是水位过低，你就把它再增加，再多加一点水进去就好。那当然，有时候你比如说1个月、1个半月，你想要整个就是把杯内清一清把水全部换新，这是 OK 的但是不用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次你给水的周期都全部都更新是不需要这样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也很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